他在出租车上和领导打赌，说自己在下车前就能拼好魔方。领导显然并不相信，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魔方还是个新玩意儿，会玩的人没有几个。领导半信半疑地把魔方递给他，克里斯稍作思索，一边转动一边讲解要点。很快他就拼好了第一面，领导脸上露出了一丝惊讶。随着魔方的转动，第二面、第三面顺利完成，就连司机看到后也故意放慢了车速。不久后，他们到达了目的地。克里斯完美地拼好了魔方，因为根据新闻报道，连数学教授都要用半小时才能拼好，而克里斯仅仅用了几分钟，这让领导对他刮目相看。Good job. 克里斯因此获得了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。这是一部每个年轻人必看的励志电影，140万人为他打出9.2的高分，他让无数人走出了人生低谷。如果此刻的你对生活充满迷茫和彷徨，不妨静下心来看看这部电影。故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，经济危机让世界出现了两极分化，一边是开着跑车的富豪，一边是饿死街边的流浪汉。克里斯已经失业很久了，他拿出所有积蓄购买了骨密度扫描仪，本想推销给医院大赚一笔，可是因为价格昂贵，接受的人并不多。虽然这种仪器比传统扫描仪更好，但销量很不乐观。克里斯每个月至少要卖出2台设备，才够付房租和儿子的学费。妻子为了补贴家用打了2份工，两人一见面就是各种抱怨，生活的压力让他们疲惫不堪。克里斯依旧每天奔波于各大医院推销仪器，可他已经好几个月没卖出去1台了。这天他路过一个写字楼，这里的人没有烦恼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。他请教一个开豪车的男人是怎么做到的，男人告诉他自己是一名股票经纪人，并告诉他这一行不需要太高的学历，只要精通数学，懂得为人处事就行。男人的话让克里斯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要是自己也能在这里工作，那该多好。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，妻子却认为他是痴人说梦，谁会把钱交给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打理。克里斯并没有因为妻子的话打退堂鼓，第二天他就来到股票公司楼下，他把仪器交给路边的流浪歌手暂时保管。面试官交给他一份表格，就在面试官给他讲解工作内容时，克里斯看着窗外愣住了。流浪歌手正拿着仪器逃跑，他顾不上面试，急忙冲了出去。如果弄丢仪器，这个月就要喝西北风了。他跨过栏杆冲进地铁，可惜还是晚了一步。女人带着仪器逃之夭夭，克里斯失落地拿着面试表格。这个职业每年只招20个实习生，最后正式入职的只有1个。隔天，克里斯重新整理心情，他把认真填写的简历交给公司领导，可领导显然没空搭理他，只是冷淡敷衍了几句，让他等通知。走出公司大楼，克里斯再次看到那个流浪歌手，他拎着仪器在后面狂追，终于在一辆公交车上追上了他们。克里斯没有多说，拿走了自己的仪器。即使生活在窘迫，克里斯也没有忘记儿子的生日，他给儿子买了篮球作为生日礼物。一旁的妻子心事重重，她说自己受够了现在的生活，想要离开。克里斯向他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但想走的人你留不住。很快妻子就带着儿子搬了出去。克里斯等了1个月也没接到面试通知，于是便再次来到公司楼下。他殷勤地向领导介绍自己，可领导有急事聊了2句便匆忙上车。为了给自己制造机会，克里斯谎称顺路，问能不能搭个顺风车。领导无奈下还是同意了。他在车上说了自己很多优势，我上学时数学很好，经常考满分，销售又锻炼了我察言观色的能力。可领导对他的话并不感兴趣，只是专心玩着手里的魔方，并说这东西太难拼了，不可能有人成功拼好它。这时克里斯看到了机会，他说我可以。领导认为他在吹牛，直到第1面被拼好，接着是第2面、第3面，在到达目的地时魔方被完美拼好。领导对这个男人有了新的认识。随后克里斯发现了不对劲，领导下车时忘记支付车费，司机问他要去哪里，克里斯故作镇定让他往回开，看着计价器上的数字，自己钱包里的钞票根本不够，于是在等红灯时他拿起仪器就跑，边跑边大声道歉。司机大骂他无耻，一路追到了地铁站。克里斯在最后1秒挤上了地铁，可是仪器被卡在了外面，即使车上的人帮忙仍无济于事。1个月的生活费就这么没了。这时外面又下起了大雨，克里斯崩溃的情绪无处宣泄，脸上流淌的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。回到家的他被房东下了最后通牒，如果再不交房租，明天就让他露宿街头。克里斯苦苦哀求，希望宽限几天，最后以粉刷房间作为交换，换来了1周的时间。这时克里斯接到了面试的通知，他获得了股票公司面试的机会。就在克里斯粉刷墙壁的时候，警察又找上了他，因为车辆违规停车被拖走，克里斯拖欠了太久的罚单，这次他必须要缴清罚款。克里斯拿出了仅有的存款，可支票要明早才能去银行查证，也就是说克里斯要在警局过夜，可他明天还要去股票公司面试。无奈警察并不接受他任何解释，克里斯只好在警局待了1夜。第2天手续办完，面试的时间也到了，克里斯来不及准备，朝公司狂奔而去。周围人的西装革履让他显得格格不入。克里斯知道这次面试是他最后的稻草，他热情地与公司高管一一握手，这让招他进来的领导十分难堪。克里斯却开诚布公。
to come up with a story that would explain my being here dressed like this. 他解释自己因为交不起停车罚款，刚从监狱里出来。进监狱前，他正在刷墙，面试官们被他的坦诚逗笑了。老总问了他几个专业上的问题，克里斯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。虽然我不知道答案，但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寻找答案，而且一定会找到。最后，老总问了一个令他尴尬的问题 ：If a guy walked in for an interview without a shirt on, and I hired him, what would you say? He must have had on some really nice pants. 老总被他的幽默逗笑了，他决定给这个聪明、诚实、幽默的男人一次机会。可这仅仅只是开始。克里斯的实习期有6个月，在这6个月里没有工资，没有补助。最后20个实习生只有1人会被录取。克里斯还有6台仪器，如果成功卖出，可以帮他暂时维持生计。因为交不起房租，他被赶出来。他向妻子争取了儿子的抚养权，儿子是他工作生活下去的动力。租不起房，他们就搬到最便宜的旅馆。父子俩在天台打篮球。儿子说长大了想去 NBA， 成为像迈克乔丹那样优秀的球员。克里斯却给他泼了冷水，说儿子在篮球上没有天赋，这让儿子十分沮丧。他默默将篮球装回了袋子。克里斯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于是他思索再三，对着儿子说出了全篇最经典的台词 Don't ever let somebody tell you you can't do something. Not even me. You got a dream, you got to protect it. People can't do something themselves. They want to tell you you can't do it. 这些话不仅是在激励儿子，也是在激励屏幕前的我们。克里斯的实习生涯正式开始，他每天最早来到公司，认真记下培训老师的每一句话。因为克里斯是他们中唯一的黑人，所以培训老师经常让他端茶倒水。他总是付出别人2倍的努力。白天他不敢喝水，因为上厕所会耽误时间；他也不敢放下话筒，因为重新拿起又是时间。他把时间压缩到了极致，只为晚上能提前下班去接儿子放学。因为交不起学费，儿子只能在郊区上最便宜的学校。每天乘坐2个小时的公交回到住处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这天终于有客户愿意给克里斯一次机会，但是只给他20分钟的赶到时间。克里斯急匆匆地下楼，却被培训老师拦住，要他帮忙停车。可外面根本找不到停车位，无奈的他只好开着车去见客户。结果路上又遇到堵车，眼看20分钟的时间就要到了，克里斯只好把车停在路边跑了过去。当他赶到时，却被告知客户已经离开了。这还不是最惨的。出来后，他发现汽车也被贴了罚单，毫无疑问只能由他买单。周末，克里斯带着儿子找到客户，诚恳地向对方道歉。很少有人会因为迟到而上门道歉。客户被他的真诚所打动，邀请他们父子一起去看球赛。球馆里所有人都在看比赛，只有克里斯在认真打量周围的观众。能来这里的人非富即贵。最终客户并没有选择和他合作，但是却把身边的朋友介绍给他认识。克里斯因此结识了很多潜在客户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他把剩余的仪器全部卖掉，业绩也蒸蒸日上，看似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。可是，一封信又将他打回了原形。因为克里斯没有交税，税务局直接从他的账户划走了所有的积蓄。如今的他身无分文，就连吃饭都成了问题。他找到曾经的好友，希望能还他4个月前借的14块。Wayne, go get my money. Get Wayne, get my money. It's $14, man. You all over. It's my $14. Go get my money. All over me. Get my money, Wayne. 如果不是走投无路，谁会因为14块撕破脸皮？克里斯带着儿子来到公园，他发现在地铁丢失的仪器被一个流浪汉捡到，于是上前把仪器夺了过来。本以为可以把仪器卖掉解决温饱问题，可谁知仪器竟然是坏的。回到住处，行李也被房东清了出来。这下他们彻底无家可归了。父子俩来到地铁站，克里斯告诉儿子这是台时光机，他们玩起了穿越时光的游戏。这里是原始森林，为了躲避猛兽的攻击，他们必须找个山洞躲避。克里斯带儿子躲进厕所，他将门反锁起来，然后在地上铺满厕纸。今晚只能在这里过夜了。儿子以为是在玩游戏，静静地在爸爸的怀中熟睡。有人上厕所，他就用脚顶住门，然后紧紧捂住儿子的耳朵。这一刻，他终于扛不住，默默流下了眼泪。这也是整部电影最令人心酸的一幕。第二天，克里斯带着儿子去收容所排队，等排到他们时，刚好还剩最后一个床位。这时，一个流浪汉直接插队，克里斯和他争执并扭打在了一起。幸好旁边有个老爷爷为他作证，父子俩这才有了容身之地。晚上，儿子熟睡后，克里斯就借助外面的灯光看书，学习如何维修扫描仪。他买来配件给仪器换上，开关打开的那一刻，希望洒在了儿子的脸上。克里斯成功卖掉仪器，足够他们再维持1个月了。终于到了考试的这天，克里斯信心十足，他认真填写了试卷。当他如释重负地走出公司，却被老总喊住，问他有没有零钱。自己有个重要的会议，马上就要迟到。克里斯犹豫再三，还是把钱包里面额最大的5块借了出去。很快考试成绩出来了，克里斯不知道自己能否留下，他被叫进老总办公室。这一次老总主动和他握手，克里斯有些忐忑不安。Wear a shirt today, being the last day and all. But
Wear one tomorrow, though, okay? Because tomorrow's going to be your first day. If you'd like to work here as a broker. Would you like that, Chris? Yes, sir. 这一刻他满眼泪光，他等这一刻等了太久。离开前，老总从钱包里掏出借他的5块钱。克里斯走在人群里，他满含热泪，举起双手为自己鼓掌，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而喝彩。他把好消息告诉了儿子。故事的原型克里斯加德纳也在最后客串出场。与其说是幸福来敲门，不如说是克里斯努力敲响幸福的大门。生活时常会让我们感到艰辛，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机会，努力工作，才能敲开属于自己的幸福之门。